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南头草屯位于台湾中部的一个安静乡村，四季温暖，土地肥沃，但对于外人来说，这里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声，它被当地人称为坟场村。这个村落并不大，村庄四周被浓密的树林和古老的墓地包围，仿佛所有的历史和秘密都藏匿在这片幽深的土地上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村里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地方的传说已经流传了几百年，有些村民甚至说，只有那些真正懂得祖先祭祀与风水的人，才能安然无恙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，而外来者则会遭遇一连串的怪异事件。即便如此，草屯的日常生活看似平静，依旧是许多人度过宁静岁月的家园。故事的主角是林凯，一个年轻的记者。林凯一直对台湾的民间传说充满兴趣，尤其是关于灵异现象的故事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他听说了草屯坟场村的传闻。这些故事讲述了失踪的人们、古老的祭祀仪式，以及每年在坟场周围徘徊的幽灵。尽管他是个理性派，对这些事情并不完全相信，但他觉得这是一个足以吸引他前去探索的神秘事件。林凯打算亲自前往草屯，了解这个村落背后的故事，并写成一篇专题报道。他向上司保证，这不过是一个关于地方民俗和传统信仰的采访，但心底里，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与不安。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为了报道，更多的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挑战。到达草屯的那一天，林凯刚走出车站，便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氛笼罩在整个村庄。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洒在村中的小路上，可那条铺着石板的路看起来却让人莫名感到沉重。村中的房屋并不高大，许多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老宅，屋顶上的瓦片已经脱落，墙角积满了青苔，似乎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岁月的气息。林凯在村口遇见了一个年迈的老妇人，她正坐在门前的木椅上，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见到她笑了笑，却没有过多言语，只是轻声提醒年轻人，晚上别去那边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担忧，仿佛在提醒他某种不可言喻的危险。林凯礼貌地点了点头，继续往村里走去，但内心却感到一丝不安。他知道，这个村庄似乎隐匿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走过一座座破旧的房屋后，他终于来到了村边的墓地，一个古老的陈旧的墓地，墓碑排列整齐，却又破旧不堪，仿佛经过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。坟场周围静得出奇，除了偶尔的鸟鸣声，整个村落的气氛显得格外压抑。林凯停下脚步，站在坟场的入口处，环顾四周，深吸一口气，尝试让自己保持冷静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冷风拂过，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注视着他。也许是风吧，他低声自语，试图安慰自己。然而他却没注意到，在他身后的墓碑旁，似乎有一个人影若隐若现，模糊不清，像是一个古老的女子站在那里静静地望着他。但当他回头时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林凯的心跳忽然加速，视线变得有些模糊，他不想让自己陷入恐惧，于是快速转身离开了坟场。但那股沉重的气息一直萦绕在他身边，仿佛无形的东西紧紧地跟随在他的背后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凯与村里的几位居民进行了交谈，询问关于草屯的历史和一些民间传说。但每当他提到坟场村的故事时，村民们的反应总是奇怪的冷淡。有几位老年人显得有些惊慌，眼神中带着明显的回避。当他问起那个失踪的青年时，村里的邻居只是低声叹息，他也许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。甚至有些人悄悄劝他，年轻人，草屯的事最好不要多问，那里有些东西是不能触碰的。这些话虽然模糊，但却不禁让林凯觉得毛骨悚然。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闯入了一个不该了解的世界。夜晚，林凯依旧不放心，决定在村里多待些日子，继续他的调查工作。晚上，当他独自坐在旅馆的窗前，望着窗外昏黄的街灯时，
他忽然听见一阵低语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像是有无数人在耳边悄声交谈。他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，但无论是窗外的街道，还是旅馆里的大厅，都没有任何人影。他用力揉了揉眼睛，深呼吸了一下，告诉自己，这一定是自己太累了。但他始终无法摆脱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压迫感，那种仿佛有眼睛从黑暗中注视着他的感觉。或许，村里的故事真的不是无中生有，他心里默默想到。经过了几天的观察和交流，林凯逐渐感到自己对坟场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这里的居民大多安静内敛，似乎总是躲避着某些话题，而那些失踪的故事仿佛被刻意压制下去，没人愿意深入探讨。然而林凯知道，如果他想弄清楚这个地方的真相，他必须深入挖掘。某天傍晚，他决定去村里唯一的一个旧书店，那里有一位年迈的书店老板，听说他对草屯的历史非常了解。店里的灯光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历史书籍、地方志和神秘传说的书籍。老板坐在柜台后面，眼神深邃，似乎早就注意到林凯的到来。你是来找一些关于草屯的故事吗？老板低声问，声音沙哑，却充满警觉。是的，林凯答道，我听说这里有些奇怪的失踪案件和灵异现象，想了解更多。老板的目光忽然变得深沉，他轻轻叹了口气，随后走到书架的最角落，抽出一本尘封已久的笔记本。这本书里面记录了草屯的一些历史，以及一些失踪案件。他说，不过这些故事很多人都不愿提及。林凯翻开笔记本，里面是一些早已发黄的纸张，记录着一系列失踪案件。最让他感兴趣的是5年前的一起失踪案。一名年轻男子张振宇曾在夜晚走出家门，准备前往坟场附近的老屋，但再也没有回来。根据村民的说法，张振宇的失踪与那片坟场紧密相连。笔记中甚至提到，他最后一次出门时，手中还拿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他自己与几个不明的身影站在墓碑前。你相信这些故事吗？林凯问。老板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转身拿出了一封陈旧的信件。你可以试着去那个地方看看，也许你能得到答案。他递给林凯那封信，信纸已经发黄，写的是张振宇的父母寄给村里某位老人的一封信。信中描述了他们失踪儿子的种种怪异行为和最后的行踪。林凯的心跳加快，他能感觉到自己距离真相又近了一步。信的最后一句话尤为引人注目，如果你看到他站在坟场的入口，那就意味着他已经迷失。当晚，林凯独自一人走向坟场，心中不断回想着那句他已经迷失。月光洒在大地上，草屯的夜晚静谧而阴森。林凯每一步走得异常小心，试图避免发出任何声响。随着他逐渐接近坟场，那股压迫感又一次袭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盯着他。他沿着石板路行走，月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在墓地上，映出斑驳的阴影。空气中弥漫着湿气和腐朽的味道，阴冷的风时不时地拂过他的脸庞，让他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。突然，一阵低沉的脚步声从他身后传来，林凯猛地回头，却空无一人。他的心跳加速，呼吸变得急促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他看到不远处的墓碑后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轻微晃动。那是一团雾气，白色的雾气在夜风中飘动，缓缓地朝他靠近。林凯不禁皱眉，盯着那团雾气，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感。他下意识地迈开脚步，准备离开，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他听到了一个清晰的声音，低沉的、沙哑的女人声音，走得了带不走的。林凯的背脊一阵发凉，声音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。他猛地转过身，眼前的一切却恢复了宁静。那团白雾已经消失无踪，墓地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的呼吸急促，心脏仿佛要从胸口跳出来。这一定是风，林凯低声自语，但内心的疑虑越来越强烈。第二天，林凯决定向村里的老人打听更多的故事。他走到村中心的小广场，遇到了一位年约70的老妇人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外衣。她坐在木凳上，背靠着一棵大树，看着远处的山脉，
眼神空洞。你听过鬼婆的故事吗？林凯试探性地问。老妇人没有立即回应，只是低头轻轻拍打着手中的蒲扇。过了片刻，她才缓缓抬起头。你要小心她不会放过任何闯入她领地的人。鬼婆？林凯微微皱眉，心中疑惑。老妇人开始缓缓叙述，鬼婆是村里的一个传说，她生前是一个孤寡老太太，每年都会去拜祭祖先的坟茔，她的墓也就在村口的那片坟场里。每年清明，家家户户都会去给先祖上香，可鬼婆总会在夜里出现，徘徊在坟场周围。有些人说，她死后不安，未曾超生，一直守护着那个地方。林凯听着老人的话，心头的疑虑愈加深。老妇人讲到这里，突然神情变得急促。你最好别在晚上去坟场，鬼婆会认得你，她会带走迷路的人，永远无法回头。晚上，林凯带着那些故事和疑虑，决定再去坟场一探究竟。踏上那条幽静的小路时，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每一步都像是在踏入另一个世界。黑暗的气息将他包围，在那片古老的坟场前，他停下了脚步，闭上眼，耳边传来了远处的风声，仿佛在轻声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突然，林凯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打破了寂静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按下了接听键。你看到了他吧？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沙哑，正是那个女人的声音，鬼婆的声音。林凯的身体一阵僵硬，心中泛起一阵寒意。低语声随即断开，手机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林凯无法摆脱对草屯坟场村背后秘密的好奇，也无法忽视那些不明的恐惧感。他的思维越来越被这个地方的诡异气氛牵引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得很远，几乎无法回头。鬼婆的传说和村里失踪的年轻人不断出现的怪异现象，像一张密网，正在缓缓地将他困住。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，林凯决定再次前往坟场。天空中的云层厚重，几乎将月光完全遮挡。林凯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不安，但他告诉自己只是想揭开这层迷雾而已。然而他越是深入，越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他走进了坟场的边缘，空旷的墓地被黑暗笼罩，每一块墓碑在微弱的光线下都显得诡异而突兀。林凯感到一种强烈的被监视感，那种不安如同空气中的阴霾，笼罩在他的四周。突然，他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，那声音似乎很近，却又让人无法确定其来源。他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林凯迅速转过头，继续向前走，心跳逐渐加速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他不敢再回头，生怕一回头就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。忽然，一阵强风刮过，吹得树叶沙沙作响，带来了几许阴冷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林凯感觉到视线的边缘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是一个高大的黑影，站在一座坟墓前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林凯的心跳猛然加速，几乎要跳出胸口。他觉得自己无法再保持镇定。那道身影看似是个穿着古老衣物的男人，眼睛空洞无神，面容模糊不清。林凯顿时愣住，紧接着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低语，像是某个从远古岁月走来的幽灵在耳边呢喃：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声音沙哑且低沉，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寒意。林凯紧张的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双腿像是灌了铅一般沉重，根本无法动弹。那道黑影缓缓地向他靠近，步伐沉稳，却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林凯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剧烈，仿佛已经不属于他的身体。他的双腿终于开始发抖，想要转身逃跑。然而正当他转身的瞬间，那道黑影消失了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空气中突然恢复了寂静，林凯的头脑嗡嗡作响，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迷茫，仿佛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梦境。心跳渐渐恢复正常，但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却像阴影一样紧紧跟随在他身后。林凯迅速离开坟场，决定回到旅馆。回到房间的那一刻，他才松了口气，以为一切都结束了。然而恐惧却并未随着他离开坟场而消失。那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耳边似乎传来一阵阵低语声，
清晰而模糊，像是有无数人在他耳边交谈，却又无法听清内容。他伸手拿起手机，试图拨打朋友的电话，然而屏幕上只显示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林凯心中一紧，不由自主地接起了电话。电话那头依旧是那种低沉沙哑的声音：“你听到了吗？他正在找你。”这句话让林凯的脊背猛然一阵冰冷，他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是谁？你是谁？”然而那头的声音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林凯突然意识到，电话里的声音好像并不是来自电话，而是来自他房间的衣角。他猛然转身，看到房间角落里有一团淡淡的雾气，雾气在空中缓缓飘动，仿佛有人在黑暗中注视着他。林凯不敢再看下去，迅速挂断电话，闭上眼睛，拼命让自己镇定下来。但当他睁开眼睛时，那团雾气已经消失了，房间里依旧寂静无声。次日，林凯决心找到那个失踪的年轻人张振宇的真相。他从村民那里得知，张振宇最后一次离开家时曾携带一张照片，照片里他与几个人站在墓碑旁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林凯再次来到村里的书店，找到了那本记录着失踪案件的笔记本。他翻开其中一页，发现了张振宇和其他几名不明人物的照片。这些人的面孔模糊不清，仿佛时间已经吞噬了他们的面容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照片中的张振宇依旧看起来非常年轻，眼神中透露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空洞感。就在林凯深深凝视这些照片时，他感觉背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猛然回头，发现一个身影站在门口，那是一个陌生的青年，面容苍白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眼神空洞。你林凯下意识地问道，但那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地走向他。你是张振宇？林凯愣住了，那人没有说话，继续朝他走来。当他走到林凯面前时，低声说：“你来晚了。”说完，这个青年的眼睛开始变得越来越空洞，仿佛他的灵魂已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抽离。林凯紧张地后退，但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逃脱这场梦魇了。林凯无法再继续忽视那些怪异的现象，他的精神已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他无法理解的真相。那天晚上，他再次躺在旅馆的床上，心中满是疑问和恐惧，似乎任何瞬间都可能陷入无法逃脱的噩梦。每次闭上眼睛，他就像被无形的力量拖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耳边响起低沉的低语声，眼前浮现出一个个模糊的影像：鬼婆、张振宇、坟场。午夜时分，林凯再次醒来，他的脑袋昏昏沉沉，感到异常疲惫。房间内一片寂静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他定了定神，决定再次前往坟场。这一次，他要揭开所有谜团，找到这个村庄里隐藏的真相，无论它多么恐怖。然而，当他推开门的瞬间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外面并不是深夜的寂静，而是一个模糊的黄昏景象。街道两旁的老房屋、昏黄的路灯以及飘动的树影，仿佛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。林凯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迅速掏出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屏幕显示的是夜晚的12点。他感到一阵迷惑，到底是现实变了，还是他已经陷入了某种幻觉？他看向四周，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那个失踪的年轻人张振宇。他穿着破旧的衣物，站在不远处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林凯。林凯感到一阵剧烈的心悸，仿佛所有的恐惧瞬间汇聚到他的胸口。你又来了。张振宇的声音低沉沙哑，仿佛来自地狱深处。你不能再走下去了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林凯不自觉地后退几步，心中涌现出一种深深的恐惧。你怎么能在这里？张振宇微微一笑，但那笑容没有任何温度，眼神空洞。你来到这里，注定就要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。他说着，指了指远处的坟场。那些死去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闯入者，我们都是被遗忘的灵魂，永远无法超生。林凯的心跳加速，眼前的一切似乎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张振宇的话语像冰冷的刀刃般刺进他的内心，让他感到一阵深深的寒冷。他试图回过神，迈开步伐离开，
但无论怎么走，眼前的景象却总是不断的循环，仿佛他永远走不出这个迷失的梦境。当林凯再次睁开眼时，他已经站在坟场的边缘，周围是一片死寂，唯有微风轻拂，带起一阵阵枯叶的沙沙声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仿佛进入了某个永恒的循环，每当他试图离开，便会被神秘的力量拖回到原地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从黑暗中缓缓浮现，正是那个他听过传说的鬼婆。她穿着破旧的衣服，面容苍老且布满皱纹，眼神中带着一种不属于人间的深邃。她站在林凯面前，目光如同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，仿佛能看到他内心深处的每一个秘密。你终于来了，鬼婆低声说道，她的声音低沉而古老，仿佛来自时间的深渊。你闯进了我们不该触及的领域，永远无法离开。林凯试图开口，但喉咙如同被重重压住，发不出声音。鬼婆继续说道，你所看到的那些影像，所经历的种种，都是我们无数被困在此地的灵魂的记录。你以为自己可以揭开谜底，但你错了，你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注定无法逃脱。林凯的心跳剧烈加速，意识开始模糊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那个陌生电话里传来的低语声。他猛然间意识到，那个电话，那个鬼婆的声音，其实早就在无形中将他引入了这个无尽的噩梦。鬼婆慢慢地向林凯靠近，她的眼神中没有任何怜悯，只剩下冷酷与绝望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无论你如何挣扎，我们都不会放过你。你将成为这里的一员，与你见到的那些灵魂一样，永远无法离开。林凯的眼前逐渐变得模糊，四周的景象仿佛都开始变形，他甚至不再能分辨出自己是梦中还是现实中。此刻，他明白了一件事，自己早已被困在了一个无法逃脱的诅咒之中。然而，就在他感到即将被吞噬的时候，突然，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剧烈的扭曲。他看到了自己站在草屯的村口，周围是一片熟悉的宁静景象，月光洒在街道上，空气清新，仿佛一切又回到了正常的状态。林凯猛然意识到，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个村庄，他早已被迷失的灵魂所困，那个坟场村的诅咒早已悄然将他吞噬。当他回过神时，四周的景象已经变得无比陌生，他已经无法再找到回去的路。此刻，林凯终于明白，他的命运早已与这个村庄的死者紧紧交织在一起，无法分开。林凯的意识陷入了一片混沌，他已经无法再分辨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幻觉，周围的一切在不停地变换。他看到自己穿梭于一条条古老的小巷，街道的两边是朴素而陈旧的房屋，房屋的窗子透出微弱的灯光，仿佛有着无法言喻的目光正悄悄注视着他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和霉味，似乎每一个细节都在试图拉扯着他，带他走向某个无法言说的深渊。林凯试图挣扎，想要抓住一丝清醒的线索，想要逃离这片陌生的、充满恐惧的村庄。然而，无论他如何努力，脚下的路始终在变，始终无法找到出口。你无法逃脱。一个声音低沉的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似乎从地底传来，又似乎在他的脑海里回响。你已经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，无法逃脱的。林凯的胸口剧烈起伏，他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发，几乎要撕裂自己的皮肤。他的思绪如同漩涡般旋转，越来越无法控制，仿佛一个永无止境的梦境吞噬了他所有的理智与感官。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张振宇再次出现在他面前。那张脸已经被岁月和死亡扭曲，眼睛里充满了空洞与深沉的痛苦。他缓缓地向林凯走来，嘴唇微微动了动，似乎要说些什么，但声音却如同从地底传来，断断续续。你也会变成我们一样。林凯的眼中充满了恐惧，他想要呼喊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只能站在那里，看着张振宇缓缓逼近，身体僵硬如同一具木偶。你来了，就无法离开。张振宇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渐渐消失。突然，林凯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脚底向上蔓延，仿佛整个身体都被某种看不见的锁链捆住，无法动弹。他的四肢逐渐麻木，意识在慢慢沉沦。他开始看到一些他从未注意到的细节，那些被遗弃的坟墓，
破碎的墓碑，墓碑上的字迹被岁月侵蚀，难以辨认。他走进一座破旧的坟墓，那座坟墓的上面竟然刻着他的名字。林凯的心跳猛然一停，他跪倒在地，手指触摸着那块石碑，石碑冰冷的仿佛穿透了他的皮肤，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。这时他喃喃自语，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。就在这时，四周的墓地突然剧烈震动，地面开始龟裂，坟墓纷纷倒塌，泥土和碎石如暴风般飞扬。林凯的身体被剧烈的震动推倒在地，他感到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言说的黑暗漩涡。他睁大眼睛，看到了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景象，无数的亡魂从坟墓中爬出，他们的面孔扭曲、苍白、空洞，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，身体腐烂，他们的眼神充满了痛苦与绝望。每一个亡魂都盯着林凯，仿佛在呼唤着他的名字，试图将他拉入他们的深渊。你也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。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，那是鬼婆的声音。每一个闯入这里的人都会变成永远无法超生的亡灵，你无法逃脱，你的灵魂已经与我们紧紧相连。林凯试图爬起来，挣扎着想要逃离，但无论他如何努力，四周的亡魂越来越多，他们的手臂越来越接近他，像是一张巨大的网，企图将他拖入其中。林凯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他拼命扭动身体，想要挣脱那无形的束缚。然而当他回头看时，看到的却不是那个曾经熟悉的村庄，而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，没有灯光，没有声音，只有沉寂的黑暗像海洋般吞噬一切。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探寻真相的记者，而是成为了这些灵魂中的一员。没有人能从这片土地上逃脱，每一个试图揭开这里秘密的人，最终都会陷入这个无尽的噩梦循环中。在那个黑暗的深渊中，林凯终于明白，自己已经成了这片土地的囚徒。每一条死去的灵魂都在这片坟场中徘徊，永远无法超生。而他和那些失踪的人一样，已经被困在了这片无法逃脱的土地上，成为了他的一部分。你来晚了。张振宇的身影出现在黑暗中，他看向林凯，眼神充满了空洞和悲哀。每一个人都得不到解脱，我们只是无尽轮回的一部分。在这一刻，林凯彻底崩溃了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渐渐透明，像是被时间和空间侵蚀的影响。他的声音渐渐消失，眼前的世界变得愈发模糊，直到完全融入那无尽的黑暗中。第二天清晨，草屯的村口依旧是一片宁静，村里的居民依旧过着他们平凡的日常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然而当村民们走过那片古老的坟场时，他们忽然发现了一座新坟，坟墓上的碑文记录着一个陌生的名字，林凯。而在那座坟墓旁，依旧有一个迷雾弥漫的身影，静静伫立，似乎在等待着下一个迷失的灵魂。